经历了10多个小时的飞行，爱丽丝律师事务所的精英们终于落地金陵。为了在枯燥无味的飞行中调动起所有人的积极性，奈特·爱丽丝特意告诉所有人，大名鼎鼎的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即将参加爱丽丝内部会议的消息。这一下就让除了吉米之外的所有人兴奋起来。当然，吉米的心情也很好，但更多的则是一种等着看好戏的幸灾乐祸。一行人落地金陵，早已经联系好的高端地接公司安排了3辆考斯特，才将浩浩荡荡的一行人接到白金汉宫。刚办理好入住，奈特便有些按耐不住，想要赶紧见到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。于是他便来到吉米的房间门口，敲开门，对吉米说道：“吉米啊，你方不方便尽快联系一下罗斯柴尔德先生？咱们这次来金陵只办这一件正事，办完大家就可以放下心来，好好在金陵玩几天了。”吉米有些惊讶，问他：“这么着急吗？咱们才刚落地没多久，大家时差还没倒过来。”奈特便道：“时差不要紧，咱们开会也不会开太久，我估计最多也就1个来小时。主要还是得让罗斯柴尔德先生赏面莅临指导一下，我相信大家也都能理解。”吉米心想，既然你迫不及待想早点死，那我就不妨成全你。一念至此，他便对奈特说道：“我现在就跟罗斯柴尔德先生约一下时间，看看最早什么时候方便。”好，奈特不假思索地说道，越快越好。吉米见此，便立刻给保罗打去电话，让他帮忙与叶晨和史蒂夫约时间。保罗转而向叶晨请示的时候，叶晨也非常干脆，直接让吉米把会议时间定在下午3点，然后便打电话给史蒂夫，一上来便开口道：“史蒂夫，下午3点到白金汉宫，爱丽丝律师事务所的人都来了。”史蒂夫有些惊讶地问：“叶先生，他们怎么到金陵来了？不是让那个吉米回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？”叶晨道：“吉米把人从美国带来了，在金陵解决也不错，选中的人就可以直接留下来了。”史蒂夫知道这件事还得自己去帮叶晨威慑奈特·爱丽丝，于是便道：“叶先生放心，我下午3点准时到白金汉宫。”说完，他又问叶晨：“叶先生下午一起出席吗？”叶晨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下午我叫上保罗跟我一起，不过这场戏你跟吉米才是主角，我和保罗就是你在金陵的跟班。”史蒂夫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好的，叶先生，我明白了。”当保罗把史蒂夫下午3点钟到白金汉宫的消息告诉吉米之后，他第一时间便转告了奈特。奈特兴奋不已，赶紧让助理跟白金汉宫的经理约了下午的会议室，提前1个小时便召集所有员工在会议室里集合。趁着史蒂夫还没到，奈特兴冲冲地对众人说道：“再过1个小时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先生就会抵达这里，列席我们的内部会议。诸位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，把我们最专业的一面呈现给罗斯柴尔德先生。”众人自是激动不已，一个个早已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随后，奈特将自己的笔记本连接上会议室的投影，这里面有他准备好的 PPT， 专门用来讲解和介绍自己以及自己创立的爱丽丝律师事务所。这也是他为了这次精心准备的，希望能够给史蒂夫留下一个深刻印象。此刻，他带着众人将 PPT 里的内容预习了一遍，还不忘提醒大家哪里的数据是经过美化的，让大家不要说漏嘴。2点40分，当奈特正紧锣密鼓地带着大家预习材料的时候，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已经来到了白金汉宫。叶晨安排专人将他请到了贵宾接待厅，而他则让保罗接上自己，在10分钟后抵达。3人碰面之后，叶晨便对保罗说道：“保罗，给你叔叔打电话，就说我们到了，让他准备出来接一下。”“好的，叶先生。”保罗恭敬地点点头，随后便给叔叔吉米打去电话。吉米一听叶晨和史蒂夫都来了，立刻来了精神，打断正在宣讲 PPT 的奈特，说道：“老板，罗斯柴尔德和他的2位手下到了，我去接一下。”
奈特激动地站起身来，连忙道：“快去请，快去请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。”吉米道：“他们点名让我去接，没说可以带其他人。老板，你还是在这里等一等吧，我接了他们马上过来。”奈特想了想，道：“也好，那你赶紧去，我们在这里等着。”吉米起身出了会场，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了贵宾室。一进贵宾室，吉米便率先向叶晨鞠躬道：“叶先生，爱丽丝的人我都已经带来了，所有高级合伙人都有把柄在奈特手里，这些把柄我也已经拿到了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一会我们进去，你介绍史蒂夫跟你们老板认识之后，就找机会向你们老板发难，剩下的就交给史蒂夫了。”史蒂夫笑道：“叶先生放心，对付这么一个货色，必然是手到擒来。”叶晨笑道：“你怎么对付他，我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这些律师。”说着，他对保罗说道：“保罗，到时候你好好看一看每一位律师的个人简历，挑选出对我们最有用的10个人。一旦长鹰汽车进入正轨，各种专利壁垒和陷阱肯定会经常遇到，一定要多选一些擅长知识产权的律师。”保罗恭敬道：“叶先生放心，我已经调查过爱丽丝的高级合伙人名单了，也有了一些不错的人选，到时候我会慎重斟酌每一个人。”好，叶晨点点头，微笑道：“那我今天主打一个看戏，咱们走吧。”吉米赶紧做出一个请的姿势，道：“叶先生，罗斯柴尔德先生，请跟我来。”一行4人穿过走廊，来到会议室的门外。吉米没有敲门，而是直接将大门推开，随后便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。待史蒂夫、罗斯柴尔德以及叶晨、保罗进了会议室之后，他才跟在后面走上前来。奈特见到史蒂夫，激动地赶紧站起身迎了上来，声音都有些颤抖地说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我是奈特·爱丽丝，爱丽丝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，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。”史蒂夫淡淡地点了点头，向他介绍起保罗和叶晨道：“这2位是保罗和叶晨，我在金陵的手下，你们也认识一下。”奈特与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竞争多年，自然一眼就认出保罗，心里不由暗忖，这个保罗怎么会成为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手下？难道他们史密斯律师事务所已经捷足先登，与罗斯柴尔德先生建立起合作关系了？心里虽然疑惑，但奈特还是非常礼貌地说道：“保罗，叶先生，很高兴认识2位。”叶晨看着他，微笑道：“你高兴得太早了。”